这是美国的高考，考场周围有许多士兵把守，但他们不是来监考的，而是来处死那些考试不及格的学生。这是什么世道？考试不及格就得死？原来，在未来世界，人口实在太多了，为此，联合国要求每个国家每年必须减少5%的人口，而美国就采用这种方式削减人口，淘汰那些不聪明的人，而且从小学1年级开始就要考试，每年都有一次淘汰学习不好的学生，这导致孩子们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学习，1秒钟都不敢懈怠。娜娜是少数活下来的孩子之一，虽然母亲很早就因病去世，但她很努力，从小成绩就名列前茅。今天是她高3毕业的最后一场考试了，只有通过这次考试，才能安全活下去，才能继续照顾她那可怜的弟弟妹妹。她紧张极了，小心地回答每一道题，仔细检查后才交了卷。成绩很快就公布了，万万没想到他居然没及格，这不可能，他无法相信这个结果。同样难以置信的还有他的老师，因为老师知道娜娜一直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，不可能不通过考试。眼看娜娜就要被士兵带走进行处决，情急之下，老师将自己的门禁卡偷偷塞给了他，暗示他一定要找机会逃跑。娜娜知道老师的用意，感激的紧紧抱住老师，顺便藏起了门卡。很快，不及格的学生们被要求穿上囚服，带到了单独的房间，通通被电椅铐了起来。士兵们拿起一种特制的枪，对准了他们。同学们吓得浑身颤抖，泪水连连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突然停电了，房间里顿时一片黑暗，电椅由于没电也自动解开。学生们纷纷挣脱手铐，仓皇逃命，所有人乱成一团。娜娜趁机逃出房间，用老师给她的门禁卡打开了一扇扇大门。然而一个士兵突然出现，拦住了她的去路。好在娜娜够机灵，她立刻假装自己是老师，呵斥士兵为什么如此无礼，然后趁机偷袭士兵，将其制服。娜娜终于逃脱了，然而她的目标并不是出口，而是阅卷的机房。她要去那里找到自己的试卷，查出自己的真实成绩，因为她知道自己考试不可能不及格，这其中一定有巨大的阴谋。这个小男孩被老师点名了，因为他考试全班倒数。随后他被一个士兵请了出来，等待他的是死刑。你没听过，因为考试倒数就会被处死，而剩下的这些孩子在接下来的10多年里，每年都要参加一次这样的考试，排名倒数5%的孩子就会被士兵带走。阿金在这样的环境里已经安然度过到了高3，他成绩一直不错，今天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考试，只要这场考试结束，他的人生就安全了。可他现在眼神呆滞，毫无生气。考试开始了，他看都不看题目一眼就乱答一通，这种行为和自杀没有区别。阿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原来他要用自己的死来向父亲报复。阿金的父亲是州长，也是这项人口消除计划的制定人，美其名曰减少人口，促进经济，但他每天忙于政治作秀，从来没考虑过阿金的真实感受。1年前，阿金有个挚爱的女友，可父亲每天派人跟踪他，禁止他们见面。当时马上就是高2期末考了，女友对自己的成绩十分担心。考试结果很快出来了，果然没及格，他马上就要被士兵带走进行处决。阿金彻底慌了，连忙打电话给州长父亲帮忙，可父亲果断地拒绝了他，说制度就是制度，任何人都不能例外。就这样，世上唯一亲密的人离去了，阿金的生命也彻底没了意义。所以今天他要用自己的死报复这让女友死去的考试制度，报复制定这项制度的父亲，他要让父亲后悔终身。考试很快结束了，阿金静静等待着命运的判决，可令他震惊的是，他居然及格了，这背后一定有猫腻。阿金决定闯进阅卷机房一探究竟，然而那里层层重兵把守，他要如何才能进去呢？中国人常说高考是一考定终身，考试的分数决定了你未来的阶层，但这部电影更狠，一考定生死，也就是说考试及格能活下来，考试不及格就得死。娜娜就是这个考试的受害者。此时的他正要溜到阅卷的机房查分数，因为他成绩优异，次次班级第1，可期末考试却判排名倒数，排名倒数可是要被处死的。为了照顾家里的弟弟妹妹，他必须活下去，必须查到自己的真实分数。他继续在通风口爬行，谁知一个不小心，阅卷机房的门卡从通风口掉了下去。下面士兵众多，根本没法跳下去捡。然而学霸就是学霸，他很快想到了一个妙计。他溜进学校的实验室，偷来一卷铁丝，然后用磁石摩擦，让铁生磁，再趁士兵不注意把铁丝放了下去。铁丝果然吸住了门卡，他小心翼翼的一点点往上拉，眼看就要成功。一个士兵抓住了门卡，娜娜心里一惊，完蛋了。可士兵居然慢慢松开了手，还朝他点头示意。原来这是他的同学阿金假扮的，和自己一样，阿金也是来寻找考试成绩真相的。
在阿金的帮助下，娜娜顺利来到了阅卷机房，查到了考试结果。原来她实际拿到了全班最高分，可系统却判定她不及格，这背后一定有阴谋。她果断拍下了分数照片，发给了媒体记者，将内幕公之于众。随之社会一片哗然。而此时的幕后黑手州长正忙得焦头烂额。原来他一直在偷换试卷，帮自己的儿子阿金和权贵子弟通过考试。这事儿如果不摆平，他的政治生涯就彻底到头了。为了自己的仕途，他决定牺牲儿子，下令将成绩改回真实排名。娜娜的成绩终见天日，她开心地抱住阿金，欣喜若狂。如果没有阿金的帮助，她不可能完成这一切。可下一秒，阿金就被士兵抓了起来，因为按照真实成绩，阿金只考了15分。看着阿金被士兵带走，娜娜想要阻止，却又无能为力。其他权贵的孩子也因为改回真实分数，成绩变得不及格，而被士兵抓了起来。阿金被注射了药物，以为自己死定了。然而令人意外的是，他并没死。醒来后，他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地下工厂，那些被处决的同学也都在。原来他们全都成为了工厂的免费劳动力，成为了人肉干电池。末日当前，人性的阴暗面就会暴露无遗。看似公平的考试，实际上充满了徇私舞弊。有权有势的，就算成绩再差都能过关，而底层老百姓再努力也是徒劳。过去新闻就常有报道，某某学霸高考落榜，一查试卷，结果发现被谁花钱顶了。我们每天在学校里被灌输各种知识，可却没有一个知识能帮助我们回答究竟要如何才能应对这样的事件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加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